在马来西亚北部靠近泰国南部边界，有一个位于马六甲海峡之中的小岛。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岛，在历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和下西洋经过时，称它为槟榔屿，那时便有了华人在此生活的痕迹。它曾经是英国在远东殖民地最早的贸易自由港。华人与马来人的融合，也诞生了娘惹文化。在近代，孙中山长期活跃于此地，并在此地策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里就是槟城，一个亚洲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城市。一哥这次既然来到了马来西亚，自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我租了一辆小摩托，打算花2-3天时间好好的逛吃一下。这次订住宿有点失误，没有订在槟城岛上面，而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在槟城岛上，所以我这次就要骑摩托车穿过这座5公里的槟城大桥。马来人开车风格还是比较彪悍的，连我这种在泰国历练了3年的骑手，过这座桥都有点战战兢兢。过了槟城大桥，再开10公里，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大部分的景点都集中在岛上东北部的 Georgetown 乔治镇上，这也是典型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地名。刚到镇上，我还以为到了普吉老镇，骑楼风格和古早的华人商铺，还有满大街的网红咖啡店，简直就是普吉镇的复刻版。不过想想也是，100年前乔治镇和普吉镇都是来自闽粤的华人劳工所建，风格相同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第一站，一哥决定来一个叫做娘惹博物馆的古香古色的豪宅来参观。这是晚清时期槟城富商郑景贵的宅邸，因为其代表了当时华人豪宅建筑的天花板，也极具时代风格，融合了华人、欧式、马来娘惹风格多种元素，且保存完好，所以现在作为博物馆让世人参观。郑景贵是19世纪槟榔屿首屈一指的富商，祖籍广东增城人，年轻时来到南洋寻找父亲和兄长谋生，凭着聪明勤恳，将父亲的生意做大。后来霹雳州发现了大量的锡矿，郑景贵率先投资矿业，随即富甲一方。他在槟城的这座宅邸，在当时南洋华人中算是最奢华讲究的。它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和设计，外观结构上是明清时期的四合院，装饰上混合了华人的精致木雕、英式的地砖和苏格兰式的铸铁雕塑，也融合了南洋娘惹文化的风格。古宅内有个小广场，可以用来办餐会。1楼大厅除了有中国风的家具，还搭配西洋风格的锻铁雕柱和楼梯栏杆，展现典型的88娘惹奢华风格和深受欧洲影响的生活品味。2楼餐厅可以看到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国来的瓷器、丝绸，欧洲来的餐具、烛台、橱柜全部放在精致的餐厅内。古宅的中祠堂目前供奉历代郑家先祖。当时郑景贵请中国来的工匠师傅将中国传统戏剧雕刻在梁柱上，访客可以抬头看看每一根梁柱诉说的不同故事。走在侨生博物馆，就像穿越回到19世纪的南洋，那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年代。东西方的文化刚刚开始撞击融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独具时代风格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郑景贵也是当时客家海商派的话事人，和广东的一星公司为了争夺锡矿持续械斗了几年。后来在英国人的斡旋之下，双方和解，在争夺锡矿的地方产生了现在马来唯一一个用中文命名的地名太平市。总而言之，这个郑景贵的豪宅是大家来槟城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乔治镇上的景点都很集中，参观完娘惹博物馆，骑上小摩托5分钟就到了岛的东北部海边。在槟城东部的近海上，星罗密布着一排排的高脚木屋，这就是著名的信士桥。
18世纪末，英国人在此开埠后，吸引了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许多从事打鱼、海运的华人移民过来。过来的华人劳工大部分都很穷，没有地方落脚，只好在海岸边用木材建起一些栈桥码头、支起房屋。这些码头由一些姓氏宗族所控制，成为同乡同姓的宗族族人聚居的地方。一条桥就是一个村。这种群居形式具有浓厚的内聚、封闭和排外的特色，只有同姓氏和祖籍的人方可入住。比如姓周桥的居民，祖籍就都是福建省泉州同安县杏林社的。当时踏让而来的华人因语言隔阂，只好投靠乡亲，就形成了以血缘或地缘聚居、组团结社以及垄断特定行业的现象。比如福建人卖杂货，广东人采矿，客家人多数采矿或开中药店，兴化人开脚踏车店，福州人则从事轮胎业等等。这种宗族和社团也引发了很多华人派系中的冲突，像客家人的海商公司和广东的义兴公司的大型械斗，经常死伤惨重。这个义兴公司就是洪门在东南亚的分支，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中，有大批的洪门中的东南亚华人参与其中。逛了2处地方，肚子饿得不行，来槟城肯定要尝尝肉骨茶。打开地图找了一家评分比较高的，应该是本地人比较经常去的小摊子。这个肉骨茶其实不是茶，是加了各种药材的排骨汤。茶字则是源自当地一位华人餐厅店主的名字李文帝，因为卖该种肉骨汤且味道上乘，而被顾客称作肉骨帝。福建话中的帝与茶音近，所以后来被称为马国德。肉骨茶的吃法，传闻是以前在码头的劳工在搬运药材的时候，将偶尔散落在地上的药材捡起来，大家凑一凑，到做排骨汤的小摊贩那里煮一锅药上汤补身子，就形成了现在的肉骨茶。肉骨茶分为白汤派和黑汤派，白汤是炒上吃法，比较清淡，放比较多的胡椒和大蒜提味，而福建黑汤派使用各种中药材、香料、黑酱油烹调，煮出的汤色比较浓郁且药膳味明显，是马来西亚最常见的类型。广东的黑汤派加入更多的药膳，药味最浓，在马来较为小众。第二天继续跨过5公里长的槟城大桥，来到孙中山纪念馆。是的，孙中山和槟城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孙中山当时在世界各处筹款受挫，在新加坡又受到保皇派的指控迫害，经由吉隆坡，最后来到了槟城落脚。在槟城主持了避能会议，避能就是 Penang， 槟城的英文名音译。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广州的黄花岗起义，推动了后来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的72名烈士中，就有近30人是新加坡和马来的华人。不得不说，当时的马来华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有着相当意义上的担当。孙中山在槟城的挚友吴世荣，为了给孙的革命事业筹款，把自己岳父家的5层楼的豪宅洋楼都变卖了，支持革命。最后晚年去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草草在荒地上垒了2块石头作为墓碑。参观完中山纪念馆，开上我的小摩托上山，去看看马来最大的华人寺庙极乐寺。极乐寺坐落在槟城岛中部的鹤山上，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人佛寺。
一般来说，东南亚的佛教都是小乘佛教为多，像泰国、缅甸、柬埔寨等等都是信奉小乘佛教，而这座极乐寺却是典型的汉传佛教寺庙。在19世纪的时候，一位在福州鼓山出家的主持妙莲法师来到槟城募集资金，修建福州的龟山法堂。来到槟城后，很感慨当地的华侨风气淳朴敦厚，便想在鹤山上建一处寺庙，以将汉传佛教传至南洋。他带领道友在南洋的170多处城市募集资金。当时的槟城首富张弼士，还有刚才那处豪宅宅邸主人郑景贵，都是出资的重要侨领。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朝被迫需要承担庚子赔款，妙莲法师还将募化来的数万银元献给清政府。晚清的1万银两相当于现在的200万人民币左右。极乐寺在当地南洋华人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极乐寺最雄伟震撼的就是这个高90多米的观音像八角亭。观音像于2002年竣工，耗资7000多万马来令吉，周围由16根大石柱围建起一个91米高的八角亭，遮盖住观音像。身临其境的时候，确实相当壮观。来拜拜的多是当地华人，也有许多泰国人来这里求愿。祖上是华人的泰国人之中，不少会有拜观音的传统。